要想保护好严盟和萧家，必须将魂殿斩草除根。 萧炎转身回到要塞城墙，整个要塞瞬间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。严盟不倒，盟主万岁！萧炎微微一笑，彩铃在他身边淡淡的说：“又让你来做了一回孤胆英雄。”虽然语气冷淡，但嘴角的笑意还是出卖了他内心的欣喜。萧炎摇头笑了笑，这么多年，彩铃还是老样子。胡十三老也赶过来，冲着萧炎大笑：“少阁主果然是出人意料，居然连血和尊者都能收拾。这老怪当年在中州的名声可不小，只不过那是热名罢了。”三老看向萧炎的目光里满是敬佩。萧炎微微一笑。 多谢各位，回去之后报酬一定会奉上。那些斗尊强者连忙摆手，以药尘的名声，我们还怕他耍赖不成？萧炎一笑，萧帝和萧鼎已经开始调集军队清理战场，城墙上一片忙碌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最声声的童音响起，喋喋威武。萧炎一听，心头一颤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偏过头看到彩铃怀里的小潇潇，心中涌起一股特殊的感觉。他抱过小潇潇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，看着他略带苦涩的小脸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小潇潇眉心的印记亮了起来。 一道七彩光影闪出，盘踞在他肩膀上，冲着萧炎吐着舌信。萧炎惊讶道：“这是七彩吞天蟒。”彩铃点头说：“七彩吞天蟒并没有被我完全占据，他的灵魂借助潇潇的身体重生，作为回报，他的力量可以被潇潇借用。也就是说，潇潇一出生就拥有斗宗强者的力量。”萧炎一听，眉头一扬，七彩吞天蟒可是蛇形魔兽中的巅峰存在，巅峰时期的他甚至能和斗圣强者媲美。这意味着潇潇以后可以借助七彩吞天蟒的力量，一人一蛇联手，那威力可不得了。不过萧炎心里清楚，借来的力量终究不是自己的。他微微一笑：“我女儿可不能光靠别人的力量。现在潇潇还小，我虽然不能拔苗助长，但至少能给她最好的修炼条件。”萧炎眼中闪过一丝火热，他相信潇潇一定会成为最完美的存在，因为她是他萧炎的女儿。萧炎看着怀里的小潇潇，眼神里满是炽热。彩铃在旁边看着，冷艳的脸上也露出一丝柔和。他对潇潇可是比自己的命还看重，而萧炎能真心对潇潇好，这在他心里可是头等大事。彩铃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潇潇现在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，你当年送回来的天魂血骨丹，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帮他塑造了不错的体质。”提到这事，彩铃还刻意多看了萧炎一眼，当年他可是下了死决心，要是萧炎没按时送丹药，他就再也不理他了。他性子倔得很，认准的是绝不反悔。好在萧炎没让他失望，离开黑角域的时候还特意让萧丽把丹药送了回去。天魂血骨丹固然不错，但还不够。萧炎摇了摇头，他现在的眼光可不低，这种丹药的筑基能力虽然还行，但离完美差远了。你们食人族大概没遇见过真正的炼药宗师，所以才只有3等秘法之分。天魂血骨丹顶多算7品低级丹药，有筑基效果，但还差得远。萧炎望着城墙上的众人，淡淡的说：“天魂血骨丹虽然不错，但比它更强的丹药也不少，比如玄璞筑基丹，这是7品巅峰的丹药，很适合潇潇。不过这种丹药，就算我来炼制，也只有40%的成功率。要是炼制的话，恐怕还得让盟主亲自出手。”这时候，一个声音突然插了进来。萧炎顺着声音看去，原来是古河大师，当年的丹王古河，如今是炎盟丹堂的堂主。他身后还站着几位穿着炼药师袍子的老者，萧炎看着有些陌生，估计是自己离开后才加入炎盟的。不过萧炎注意到，这些老者看向自己的目光里，除了恭敬，还带着一种莫名的意味。古河大师，别来无恙啊！萧炎笑着拱了拱手，古河也拱了拱手，淡淡的说：“盟主这一去就是好几年，可真是潇洒啊！”他心里其实挺复杂的，当年云岚宗的抢婚事件让他颜面尽失，不过他想得开，没太怨恨萧炎。后来在丹药比拼中输给萧炎后，他加入了炎盟。这些年他苦心修炼炼药术，如今已经是7品高级炼药师，在西北大陆上也算是顶尖水平了。他一直想找回场子，但萧炎失踪多年，他也没机会。如今萧炎回来了，他心里的那点不服气也忍不住露了出来。古河大师如今可是西北大陆上首屈一指的炼药大师，丹堂在他的掌管下发展的相当不错，炎盟能够快速发展，丹堂功不可没。彩铃在旁边说道，同时用眼神示意萧炎。萧炎刚想说话，彩铃的声音又在他耳边响起：“丹堂在炎盟的位置太重要了，这些年炎盟能快速发展全靠他，这也导致丹堂的一些高层滋生了骄狂之气，甚至有些人觉得没有丹堂就没有炎盟，丹堂有些独立。我虽然实力强，但不是炼药师，这些年在丹堂这些人心里的威望还不如古河呢。”萧炎微微眯起眼睛，心里清楚了，丹堂实权太大，又太重要，上面没人能管制，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局面。炼药师本来就觉得自己比常人优越，再加上丹堂对炎盟的重要性，这些人难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甚至有些首领对他们也毕恭毕敬。看来炎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，这种骄狂之气可不能任其滋生，否则日后会成为炎盟的毒瘤。萧炎心里想着，然后对古河说：“玄璞筑基丹虽然不错，但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古河大师，你听说过一种叫异史丹的丹药吗？”异史丹，古河和几位丹堂长老的脸色瞬间变了，惊呼道：“8品丹药异史丹，盟主已经能炼制8品丹药了。”古河惊疑不定地看着萧炎，
他身后的长老们也露出震惊和怀疑的表情。古河已经是7品高级炼药师，在西北大陆上算是顶尖的炼药大师了。这些年，他们一直把古河当榜样。虽然听说过萧炎的事迹，但心里总觉得古河才是炎盟炼丹第一人。8品丹要以丹雷颜色区分，一时丹会引来5、4丹雷。古河大师，你明天召集丹堂的所有炼药师，我会当众炼丹，任何人都必须到场，谁要是不到，立即逐出炎盟。萧炎直视着古河，语气严厉。古河心里一震，他明白萧炎要整顿丹堂了。这些年丹堂的习气，他心里清楚。但彩铃虽然实力强，不懂炼药术，没办法在丹堂树立威望。而萧炎不同，他的炼药术早就超过了古河。既然萧炎现在都能达到7品炼药师的水平，那以后达到8品宗师境界也不是不可能。几位丹堂长老面面相觑，心里也觉得不妙。这些年连彩铃都没这么对古河说话，萧炎一回来就对丹堂出手，这动静可不小。是盟主，那我这就回去召集人，等盟主明天过来。古河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拱了拱手，领着几位长老转身离去。他知道这个消息传开，丹堂肯定要乱一阵子了。萧炎看着古河一行人离去的背影，眼睛微微眯起。彩铃有些担心地说：“这样合适吗？太不客气的话，那些骄狂惯了的炼药师可能会心生不满。这些不入流的炼药师，你把他们看得太重要了。这种级别的炼药师，要是放在中州，也就混口饭吃；要是没了，再招就是了。”萧炎淡淡地说：“现在星陨阁和炎盟之间有了空间虫洞，他能随时往返两地。至于炼药师，他可以从中州邀请。以他和药老在中州炼药界的名气，别说这些不入流的，就算是7品炼药大师，也会蜂拥而至，而且素质肯定比这些人强多了。正好打算给潇潇炼制丹药，明天就在丹堂开鼎炼丹，以作震慑。这丹堂是该好好整顿了。”萧炎轻轻拍了拍怀里的小潇潇，语气坚定。彩铃微微点头。这些年他也受了不少丹堂的气，但为了大局一直忍着。现在萧炎回来了，以他的手段，肯定不会姑息这种事。彩铃轻声道：“丹堂还有些长老没出现，那些家伙才是真正的刺头。其中有2位后来加入的7品炼药师，嚣张的没边了。据我得到的情报，他们好像还偷偷贩卖过丹堂的丹药，不过没有证据，我也不好动手。”萧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寒芒。玄黄要塞是炎盟除了加玛帝国之外最重要的据点，丹堂在这里也是人员众多。因为大战爆发，现在丹堂80%的人都在要塞的分堂里。这丹堂这些年过得太顺了，炼药师又重要，所以大家都挺骄狂的。萧炎失踪太久，一些后来加入的炼药师对他只是听说，敬畏感肯定比不上炎盟其他堂门的人。丹堂分堂在玄黄要塞西北，占地超大，待遇在炎盟所有堂门里算顶尖的。自从古河把萧炎要整顿丹堂的消息带回后，丹堂内部就炸开了锅。这些炼药师平时连彩铃都不太放在眼里，现在萧炎要插手，他们当然不乐意。丹堂分堂的大厅里，现在一片吵闹。一个灰衣老者冷哼道：“哼，盟主真是好大的威风，一回来就要管我们丹堂的事。这些年要不是我们丹堂，炎盟能有今天？”他胸口的炼药师徽章上有7道金色波纹，是个7品炼药师。他一开口就有人附和。古河坐在大厅首位，眉头紧皱，但没说话。他炼丹厉害，但管理不行。他旁边坐着的是法玛，当年炼药师工会的会长，现在也没插嘴，闭着眼睛，好像没听见一样。一个长发披肩的老者也开口了：“古堂主，这事你也该跟盟主说说。丹堂可不比其他地方，连副盟主都不怎么管我们。这些年我们为炎盟立下汗马功劳，盟主这次回来我们也感激。但要是真要插手丹堂的事，恐怕会引起骚乱。”古河皱了皱眉，看了一眼法玛，但法玛还是没反应。古河只能说道：“盟主也是炼药师，而且炼药术比我们强多了，他也不是外行人。古堂主，话不能这么说，盟主常年在外，现在丹堂已经今非昔比了。他年轻有为，但也不见得能炼制8品丹药。我们都是7品高级炼药师，知道晋升8品有多难。盟主现在还这么年轻，突过的几率应该不大。”柳昌冷笑了一声，古河有些不耐烦了：“盟主的事你们别管，反正明天都按时到，别自误。只要心里没鬼，盟主也不会怎么样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”柳昌和其他几个老者皱了皱眉，但也没办法，只能带着人离开了。大厅一下子空了。古河挥手让其他人也退下，然后问法玛：“法玛老哥，这事你怎么看？”法玛睁开眼睛，淡淡的说：“这些年丹堂的风气你清楚。柳昌这些人逐渐做大，一管理不行，他们就更嚣张了。我建议你别多管，盟主的手段你清楚，该下狠手的时候绝不心软。丹堂虽然重要，但对盟主来说不算什么，真要解散也不是不可能。而且盟主的实力和眼光未必看得起现在的丹堂。”古河心里一惊，他知道法玛说的有道理。法玛继续说：“这次丹堂肯定要大换血，盟主不会坐视不理。好在你没掺和太多事，不然也难逃一劫。现在就等着看明天那些家伙倒霉吧。”古河也只能苦笑着点头。第二天，第一缕阳光洒在玄黄要塞的时候，丹堂变得热闹起来。
接到命令的炼药师们都早早赶到丹堂的炼丹广场，古河、法马等高层早就在这里等着了。古河扫了一眼广场上的几百名炼药师，发现柳昌和乌镇没来，心里暗骂这两个家伙真是不知死活。就在这时，萧炎带着几道身影从天而降，出现在广场半空中。古河等人连忙行礼，其他炼药师也跟着附和。萧炎扫了一眼下方，微微点头，然后落在广场中央的炼丹石台上，淡淡的说：“今天开鼎炼制8品丹药，各位尽量观摩，对你们以后有好处。”这话一出，众人心里都是一震，8品丹药啊，整个西北大陆能炼制的人屈指可数。萧炎盘腿坐下，挥手间药鼎悬浮在面前，一株株强大的药材在他身边盘旋。就在这时，柳昌和乌镇带着几十人匆匆赶来。柳昌冲着萧炎拱手笑道：“来晚一步，差点错过盟主炼丹。”萧炎扫了他们一眼，淡淡的说：“既然来了，那就坐下吧。”柳昌和乌镇心里一惊，这才意识到萧炎并不好对付。萧炎屈指一弹，紫褐色的火焰冲进药鼎，紧接着数百种药材接连被炼化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没有丝毫停滞。随着药材被炼化，一股浩瀚的灵魂威压从萧炎身上散发出来，所有炼药师都脸色大变，敬畏之情油然而生。柳昌和乌镇也忍不住身体一抖，眼中满是惊骇。这种灵魂威压，只有8品炼药宗师才会有，也就是说，萧炎真的达到了8品宗师境界。古河长出一口气，喃喃道：“好恐怖的灵魂威压！”法马微微一笑，瞥了一眼目瞪口呆的柳昌和乌镇，脸上露出冷笑。这两个老家伙在丹堂嚣张的日子，看来要到头了。丹堂里气氛紧张又期待。萧炎站在炼丹石台上，暗红色的药鼎散发出炽热的温度，连天空都变得干燥起来。8品丹药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光是药材就有几百种，普通炼药师光是控制药材悬浮都会手忙脚乱，但萧炎呢，他那强大的灵魂力量，轻松搞定一切。一株株高级药材源源不断的投入药鼎，火焰轻轻一卷，就把药材里的精纯药力完美提炼出来，悬浮在药鼎里。这些药材，大多数炼药师连听都没听说过。萧炎的操作简直让人大开眼界，一时丹号称能引来5次丹雷，这种级别的丹药对萧炎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他的灵魂力量经过这些年修炼，早就比当初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，炼制过程行云流水，看得众人目瞪口呆。炼丹是个耗时的活儿，即便有一火相助，萧炎也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所有药材提炼完毕。广场上的炼药师们完全沉浸在他那行云流水的操作中，时间都忘了，他们眼中的敬畏越来越浓。这种手段，他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。随着炼丹的动静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的炼药师被吸引过来，连不是丹堂的人都赶来了。丹堂附近被围得水泄不通，天上地下全是人。后来，连不是炼药师的强者也来了，彩铃不得不派人维持秩序。在这种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，又过了3天，到了第8天，天空突然传来闷雷声，紧接着乌云密布，闪电穿梭，玄黄要塞一片骚动。大家都意识到这雷云蕴含的能量太可怕了，要是洒下来，要塞的被轰烂一半。就在这时，萧炎缓缓睁开眼睛，天上的雷云像是被他吸引了一样，瞬间变成了绚丽的5色雷云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彩色丹雷啊！在场的炼药师们都一脸虔诚和狂热，这种丹雷，他们拼尽一生都未必能招引来。突然，一道巨大的5彩丹雷从天而降，直奔萧炎而来。萧炎屈指一弹，天妖魁冲出去，和丹雷狠狠撞在一起，丹雷瞬间消失，天妖魁轻松挡住了。天空上的雷云愤怒了，疯狂倾泻5色雷柱，但都被天妖魁挡住了。这种疯狂的雷霆肆虐持续了10几分钟，才逐渐消散。8品丹药的丹雷果然厉害，连斗尊强者都扛不住，在场的人都被吓到了。萧炎收起天妖魁，打开药鼎，一道金红飞出，被他一把抓住，塞进玉瓶，收进那戒。盟主威武！周围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，炼药师们眼睛都红了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种等级的炼药师和丹雷。萧炎微微一笑，目光扫过丹堂的炼药师，最后停在柳昌和乌镇身上，两人脸色不太自然，不敢和他对视。此番前来丹堂炼丹只是其中之一，萧炎淡淡的说。全场瞬间安静下来，大家都意识到要出事了。丹堂是炎盟的一部分，和其他堂门没有高低之分，但这些年有些人滋生骄狂之气，视炎盟于无物，导致内部失和，这是大罪。萧炎声音冰冷，全场都能听到。我这里有一份名单，上面的人都有罪名。萧炎拿出一卷卷轴，递给彩铃，让他念出来。彩铃接过卷轴，冷冷的扫了一眼众人，名单上的人都是平时嚣张跋扈的家伙，甚至有些人闯了祸也没受到惩罚。以前彩铃顾及丹堂的重要性，只能忍着，但现在萧炎回来了，一切都不同了。丹堂一部无故不听指令，居要自大，耽误丹药送达，导致数百炎盟弟兄丧命。丹堂2部贺元明私吞炎盟药材，被人告发后还伤了告发之人。听到这些名字，丹堂里的一些炼药师脸色瞬间煞白。丹堂长老柳昌、乌镇居功自傲，不服调遣，欲战就退，还暗中贩卖炎盟丹药，私吞利益。彩铃最后一句话说完，广场上一片哗然，柳昌和乌镇的脸色也白了。没想到萧炎真的对他们出手，国有国法，盟有盟规，这些人全部按照炎盟规矩处罚，无人能免。萧炎淡淡的说：“盟主。”柳昌和乌镇站起来，怒喝道：“
我们是7品高级炼药师，丹堂能发展到今天，我们功不可没。你现在这是过河拆桥，功不抵过。联盟不是松散组织，任何人犯法都得受罚。萧炎冷喝道：“规矩就是规矩，要是任由丹堂这样下去，联盟迟早内乱，谁稀罕你这丹堂长老？老子不看了！”柳昌和乌镇气得脸色发青，冷笑道：“谁愿意跟我们走？”广场上的炼药师们面面相觑，最后两人的一些亲信和那些知道自己要倒霉的家伙都跟着站了出来，跟在柳昌和乌镇身后。柳昌和乌镇得意地笑了笑，对萧炎说：“盟主大人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，告辞了。”萧炎脸上突然露出一丝笑容，缓缓说道：“彩铃，私自踏门而出的人该受什么惩罚？”彩铃嘴角也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，淡淡的说：“杀无赦。”听到这话，刚要转身的柳昌等人身体瞬间僵硬。柳昌和乌镇这两个家伙平时嚣张跋扈惯了，现在居然还想叛猛离开，萧炎怎么可能放过他们？柳昌和乌镇被萧炎当场拿下，周围那些联盟的强者们早就严阵以待，一听到命令，直接就把他们给制服了。柳昌两人还想反抗，结果被萧炎一掌震得斗气全无，最后只能乖乖被压下去。那些跟着他们一起想叛盟的人也都被拖了下去，惨叫声一片。这下广场上的丹堂炼药师们全都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谁也不敢出声。萧炎冷冷地看着这些人，然后宣布了新的决定：古河因为管理不善被降为副堂主，而法马大师则被提升为新的丹堂堂主。古河和法马虽然心里有些意外，但还是恭敬地接受了。萧炎接着说：“丹堂这些年虽然发展不错，但规矩不能乱。”他拿出了一篇修炼灵魂的远古法诀，说这是给丹堂炼药师们的奖励，只要他们对联盟有贡献，就能得到这份法诀，这可是个大福利呀！在场的炼药师们眼睛都亮了，灵魂力量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，能修炼灵魂，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事。彩铃在旁边看着，心里也松了一口气。他本来还担心严厉处罚柳昌等人会让其他人害怕，但萧炎这一手胡萝卜加大棒，直接把那些高傲的家伙治得服服帖帖，连古河都感激的不行。萧炎在玄黄要塞休息了2天，炼制8品丹药确实挺累人的。这2天里，他和彩铃还聊到了潇潇的事。萧炎拿出之前炼制的异石丹，准备给潇潇服用。彩铃有点担心，8品丹药药力太强，不知道潇潇能不能承受。萧炎笑着说：“放心吧，异石丹虽然厉害，但药效很温和，最适合潇潇。这药力会在他体内慢慢发挥作用，随着他的成长，会让他变得更完美。”彩铃听了也放心了，看着萧炎把丹药喂给潇潇。潇潇吃了丹药后打了个哈欠就睡着了。萧炎说这是药力初步散发，等他醒来就好了。彩铃轻轻抚摸着潇潇，脸上露出满满的母爱。萧炎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也有些感动，忍不住问彩铃：“大哥说让我们办一场简单的婚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彩铃听到这话，身体微微一颤，脸瞬间红了起来。萧炎走上前，轻轻抱住她，然后在她动情的目光下吻了下去。房间里顿时充满了温馨的氛围。